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呢，我都不讲，大家都知道哈。我们现在解读不再像以前寓意解经说你看奥古斯丁就这样解读的。你看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你看这是明显的是什么从神的家跑到世界去了嘛，所以被打了嘛，是吧？下耶利哥嘛，是吧？好，然后呢然后说什么用油和酒这个油就是什么代表圣灵，酒就是代表什么救恩，然后呢又拿2000银子1000就代表新约，1000代表旧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种说法大概就是这样那我们在解读的时候，我们不是这样解读，是吧？我们不把这个比喻里面的细节给寓意化，因为比喻里面没有说，对吧？他没有说这个2000是新约和旧约，是吧？那你怎么能说是新约和旧约呢？那我也可以说是罪人和义人呢，是不是？那你凭什么说你的是对的呢？这没有标准寓意解经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有标准。那问题是有人说，那圣经里面也有寓意解经你看保罗比如在加拉太书里面是吧？他有讲这个讲到这个这个西乃山是吧？和什么山他特别讲了这两个山是代表什么，是吧？那其实我们对寓意解经的看法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圣经里面它有这个用寓意解经是圣经的作者用的话，那我们就按照他所用的去理解就是他既然这样说了，是吧？那么我们就接受，但是我们不能代替圣经的作者，我们去在这寓意解经所以如果圣经里面新约的作者他在解读旧约的时候，他用寓意解经的方法来解，那我们就接受他的解读方法但是呢除此之外，我们就不自己去这个寓意解经。那么这个故事很重要，因为你想好撒玛利亚人，我们都知道，你一提到这个比喻，你会想到什么你肯定就想那这不就是鼓励我们做好事嘛，是吧？所以你看整个这个比喻我们讲了所有的比喻它都不是一个道德式的一个教导，它不是让你说只是做好事就结束了，是吧？它要让你在这个中看到神的救恩，看到神的救赎，看到神的这个计划和工作，这个才关键如果变成一个普通的世俗的道德的一个教导，那么这个就跟其他宗教没有什么区别。那佛教也让你做好事呢，是吧？因为你读的时候你发现，你看这个人，你看他祭司路过走了，利未人路过走了，没人帮他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帮了他，然后呢我们就说好，我们就要学习好撒玛利亚人，我们也去帮助有需要人大家是不是这样解读？就是你以前听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这样解读嘛，对吧？那题目都是好撒玛利亚人嘛。你看其实在西方还有专门的这种医院很多医院机构都把自己叫好撒玛利亚人就是说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是吧？这个当然是对的，就是我们当然要去帮助有需要的人，但这是不是这个比喻的一个核心呢？因为你要首先看耶稣在什么情况下讲的这个比喻，他在回答什么问题他说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你看他的问题，他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所以他在问一个什么问题他在问一个救恩的问题，对不对？就是我们做什么可以得救，是不是？那我现在问大家了，那你告诉我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我们可以做什么得到永生呢？你们说说，我们做什么可以得到永生？做什么都不行，信主耶稣。对，你讲对了，做什么都不行。信耶稣是基督。对，这就是关键，就是你做啥都不行。所以这个问题，你就知道这个里面的一个矛盾点就在这里了。那意思说，律法，你不是律法师吗？律法写的啥？他说你要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爱邻舍如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如果这个故事到这里结束了，你会觉得很奇怪，你说耶稣的意思就是我遵循律法，我这样做嘛，我就得永生嘛，是吧？
但是明明大家都知道正确答案，我们没办法遵行律法嘛，我们没办法去靠自己得永生，是吧？那耶稣为什么这样说呢？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啊，所以才引出下面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啊。这个跟那个有个官啊，18章说我该做什么成语，这个你看他用的是他们问了同一个问题，然后耶稣说啊，又把这个律法说了一遍，是吧？那人说我从小都遵守。耶稣说好，你再做一件，你只要把这些都卖了，分给穷人，必有财宝在天上，然后跟从我。所以耶稣的意思是，你只要再把这个做了，你就可以得到永生了，是吧？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不是说我们把钱卖了分给穷人就能得永生。那耶稣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呢先讲到这里我们就明白了，因为你看后面这个少年的官他有没有变卖一切的？他没有，对吧？他忧忧愁愁的走了。所以耶稣呢，其实就是在用这个比喻，或者是用这个让他变卖这件事情啊，来挑战他，让他认识到一个问题，就是你根本没有办法靠你的行为得到永生。你不是觉得你一切都遵行了吗？那你现在把所有都变卖了，你就可以得到永生啊！你去做啊！他做不到，是不是？他做不到就表明什么？表明他根本就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行为去得到永生，对不对嘛？他做不到嘛。好，所以这个故事呢，其实就后面就会让我们看到说，那个他举这个比喻也好，或者是耶稣让这个少年的官去做这件事情也好，其实是挑战他原有的一个思维方式，就是他们以为他们可以做什么就能得到永生，而耶稣接下来讲的这件事情，就让他意识到说他没有办法做什么得到永生。大家理解这个点了吗？所以你理解了这一点之后，你再去看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就不一样了。那比如说我们再来看好撒玛利亚人比喻，所以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啊，其实就是要让这个律法师知道你做不了什么。那而且最后耶稣还有意思，就让你去行，是吧？有点讽刺，就让他知道说你做不到。那你这个问题就来了，我怎么那到底这个是怎么解读的呢？那我们来看一看啊。就是你设想你是这个律法师，你的理念就是我只要遵行律法，就像那个少年官一样啊，我只要遵行律法啊，我就可以得到永生。而且他是来试探耶稣的，你看到没有啊？他以为他知道这是对的啊，我知道我这样遵行律法，我就来得永生，我先试探耶稣，看你知不知道，是吧？所以他还出于这个动机，然后呢，这个就是你的一个前提假设啊。好，然后这时候你听到这个故事，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那然后呢落到强盗手中，被剥去衣裳，打个半死，丢下来就走了。这个时候有个祭司那当然律法师当然知道这个祭司还有利未人，那都是服侍神的人，对吧？都是可以说是犹太人里面的就是说还不是一般的犹太人，对吧？那是12个支派当中专门出来服侍神的人，专门在圣殿里面服侍的，敬拜神的，对吧？可是呢，他们没有帮这个人。然后呢，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大家也知道撒玛利亚人在当时是一个混血的，是吧？是犹太人不愿意跟撒玛利亚人来往的，他们把撒玛利亚人看成不洁净的，所以他们路过撒玛利亚的时候，他们都要绕行就是如果从加利利去到耶路撒冷，他们都会绕过撒玛利亚。可是这个撒玛利亚人呢，动了慈心，然后呢用油和酒，然后这样，然后第二天还交给店主这些都是一些的细节来强调这个撒玛利亚人他真的是可以说尽上他一切能够关心这个人，照顾这个人不是随随便便糊弄他的，是真的要去救他。那这个比喻如果到这里的话呢你可能就会想，那这不就是还是讲你要做好事吗？看到有需要帮助的去帮助吗？是吧？那好，现在问题来了，关键就在36节。
耶稣对这个比喻的总结和这个对律法师的提问。你要知道这个律法师的问题是什么？他的问题是谁是我的邻舍？然后耶稣的问题是什么？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然后当然这个律法师回答的很正确哈，相信所有读这个故事的人都能够回答正确，那肯定是这个撒玛利亚人是怜悯他的。所以谁是邻舍呢？这个答案是撒玛利亚人是这个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邻舍身份变化了？有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如果说哎呀，我们是爱邻如同爱自己嘛，我们就是去爱邻舍，就是爱那些我们周围的人嘛，是吧？我的邻居就是我的邻舍嘛。我觉得那个邻舍是什么？需要被帮助的嘛，是不是？是不是邻舍需要被帮助？你去爱邻舍，你去帮助他嘛，对不对嘛？是这样吧？邻舍是需要被帮助的，我去爱邻舍，我去帮助那个邻舍。可是这个地方，你看邻舍变成了谁？邻舍变成了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帮助了这个人，可是撒玛利亚人却变成了邻舍。你有没有看到这个问题？你们意识到这里面的一个转变？本来是应该是说那个躺在地上的人应该是我们的邻舍，我们去帮助他，对吧？我们不要像祭司利未人一样，我们要帮助这个邻舍。可是到最后的结果，耶稣却把这个邻舍反过来，谁是邻舍？撒玛利亚人。那你说我们爱邻舍如同爱自己，我们该爱谁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邻舍现在是撒玛利亚人，不是那个躺在地上的人。所以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就是说我们怎么会觉得那个躺在地上的人他却是好像不是邻舍，而撒玛利亚人却是邻舍呢？然后我们要去爱邻舍，你说这个搞反了吧？这个明明是撒玛利亚人去帮助这个躺在地上的人，那躺在地上的人是撒玛利亚人的邻舍，撒玛利亚人去帮助他，怎么邻舍变成了撒玛利亚人？让我们说我们要是去爱这个撒玛利亚人，去接纳这个撒玛利亚人呢？其实这里没有反，你想一想，他这个比喻是对谁说的？是对这个律法师说的，对不对吗？这个律法师他会不会觉得撒玛利亚人是他的邻舍？不会，他不会，对不对？所以当耶稣这样说的时候，你看他都不愿意提撒玛利亚，他说是怜悯他，对吧？他连撒玛利亚人这个名字都不愿意提。所以这个比喻本来看起来好像是说我们要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我们要去那个人被打了是吧？我们去帮助他。可是当耶稣对这个律法师说你要爱邻舍如自己的时候，爱邻舍的时候，这个邻舍变成了撒玛利亚人，变成了这个好像撒玛利亚人才是我们需要去爱的对象，而不是那个躺在地上的人。所以这里面其实有点暗示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看他对这个被打的人那个描述，就说他落在强盗当中，他被剥去衣服，他被打个半死。其实这种描述会让你想到谁？你想一想，你会想到谁？他在强盗当中，然后被剥去衣服，被打个半死。耶稣。对呀。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法利赛人、犹太人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耶稣可以拯救我们？因为他觉得你就是一个被打得半死的，挂在十字架上的，你还是救主呢，你怎么能救我们呢？你先救你自己吧，是不是？所以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怎么也不可能想到说这个
应该被爱被接纳的是这个撒玛利亚人，因为明显撒玛利亚人主动帮助这个被打得半死的这个人。可是这个人就有点像耶稣一样，他看起来是被打得半死，他看起来好像是无能为力可是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我们看起来软弱的耶稣软弱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我们需要接纳他，我们需要成为他的邻舍就是说耶稣要接纳我们，耶稣把我们当成邻舍来爱我们，是不是让我们能够这个从他的软弱上看到神的刚强。所以这是一个很矛盾很反核心的地方，就是律法师认为我可以做这个做那个尽心尽力去爱神，然后我去爱人如己，然后我可以去做这些，我就可以得到永生。可是最后让他发现说，就好像这个强盗被打的这个人一样他好像什么也做不了而这个时候撒玛利亚人接纳了这个人所以这里面的关键是这个撒玛利亚人接纳了他接纳了这样一个看起来好像是一无所有的看起来好像是没有什么能力的一个人。可是正是因为撒玛利亚人的接纳，这个撒玛利亚人成为了他的邻舍。就好像我们一样，我们接纳耶稣那个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我们也就成为了耶稣的邻舍所以你看在这个故事当中，其实他并不是说你要去做好事，你要去行善，而是让我们反思我们跟基督的关系，我们是不是基督的邻舍，我们有没有接纳这位看起来软弱的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这也是法利赛人没办法去理解的。那这个主题其实我们等一会看到16章讲到拉撒路的故事的时候，就有异曲同工之妙你就能够看到说这些比喻呢，它都有指向耶稣的这个或指向神救恩的一个暗示，而且呢，他也给这些听到这个比喻的人反思，就是说他们一直以为他们是靠道德主义、靠行为可以得到神的悦纳，最后才发现这些比喻都展现出来什么呢？就是你什么也做不了，你在神面前你就是一无所有的，你要做的就是接纳那位看似一无所有的耶稣。我给大家看16章这个好撒玛这个财主跟拉撒路的这个比喻更是这样，很有意思。这个比喻大家也很熟悉，讲到这个财主天天奢华宴乐，是吧？然后一个讨饭的拉撒路，他呢放在财主门口然后呢这个得财主掉下来的这个零碎充饥等等等，最后死了之后，他们俩去到了不同的地方，一个去到了阴间，一个去到了亚伯拉罕的怀里。然后这个财主就跟亚伯拉罕有一个对话，讲了很多对话。那这个对话的核心是什么？就是怎么样才能够得救，对吧？怎么样才能够不要下阴间，不要下地狱，不要进入到这个火焰当中？亚伯拉罕给他的这个答案是什么？你看，就你该怎么做，你才可以不下地狱亚伯拉罕2次给了他同样的解决的办法。第一，然后说什么？他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然后呢，财主说不是，要死人复活那个就不一样所以他相信神迹可以让这些人悔改。而亚伯拉罕又说了一次，若不听摩西跟先知的话，就是一个从死里复活了，他们也是不听劝。所以亚伯拉罕给这个财主的一个出路是什么？你该怎么样得救？该怎么样不下到阴间？听从他的话是不是也代表着要遵行律法？对，因为摩西跟先知的话其实就是指向律法旧约嘛，对吧？旧约律法。所以最后亚伯拉罕给他的一个出路就是，你不想下地狱，不想来到这个痛苦的阴间，怎么办呢？遵行律法。
那你说这个对这个财主来说是非常绝望的一件事情啊，就是他们不是没有摩西和先知的话，是吧？他们有的就是律法，可是就是因为他们遵行不了，他们才下地狱的嘛，是不是嘛？他们就是遵行不了，然后结果亚伯拉罕就说你去遵行。好，这个比喻也是讲给谁听的？你要知道哈，如果你看上文，你就看到是法利赛人贪婪钱财，嗤笑耶稣，然后耶稣就讲了这些话，所以这个话其实也是对什么那些法利赛人讲的这个比喻，对吧？他们自以为义嘛，他们觉得他们肯定得救，是吧？所以讲了这个话，所以他们在听到这个比喻的时候，他们这个一提到说这个财主穿的紫色袍，有细麻布衣服，怎么样，他马上就能联想到法利赛人就联想到什么？他们就是这样的嘛，对不对？他们是有钱财的嘛。那么有财富在旧约里面其实是神的一个祝福，对吧？他们会在这个故事当中自认为自己就是这个财主吧，就对号入座吧，他绝对不会认为他是那个拉撒路那个乞丐，对吧？可是他们认为这个财主的财富是神的祝福，可是最后呢，结局却恰好相反，财主下了地狱，拉撒路上了天堂。好，就算是法利赛人他们因为他们的救恩观，他们会认为说我们只要行律法，遵行的好，以后呢到这个上帝的审判的时候，他就像有个天平一样称一称，看看你是善行多还是恶行多，如果善行多你就得救，恶行多你就灭亡，是吧？好，这个也是他们的一个理解。那他读到这个财主下地狱嘛，也许他们可以接受，就是说这个财主虽然有钱，但是呢他为富不仁，他没有救拉撒路，他下地狱了。但是他们绝对不能接受的一点就是拉撒路凭什么上天堂？那我问你们呢，如果你说财主在这个当中是因为他奢华宴乐，没有帮拉撒路，所以他下地狱，其实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了。我问你，就算这个财主帮了拉撒路，是不是他就可以上天堂了？也不是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关键不在于他有没有帮拉撒路所以这个核心就在这里了，就是说就算这个财主为富不仁，他做的不好，他下地狱，他活该。拉撒路凭什么上天堂？拉撒路做了什么？在这个故事当中，我问你，拉撒路做了什么？什么都做不了。对，这就是关键，他什么都没有做。而且如果你看原文的话凡是形容拉撒路的地方，那个动词全部都是被动态的，就是他被人放在财主门口然后呢，狗舔他的疮，被狗舔，他死了之后，他被天使带到亚伯拉罕的怀里，而且在这个对话当中，拉撒路都没有说话，你看到没有？所以这个故事就是在强调拉撒路什么都没有做，他是一个完完全全被动的人，但是他得救了。他们犹太人没办法接受了，但是对我们来说，这就是救恩对吧？我们做什么得救呢？我们什么也没有做呀，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嘛，对不对？这就是救恩所以因为你要知道路加要写这个路加福音，他还没写到耶稣受难呢，是吧？他还没有写耶稣要钉十字架我们唯独靠救恩得救，还没有到那个时候，所以他前面都在铺垫。从第17章开始，耶稣就要进到耶路撒冷，然后呢要为我们成就救恩了。但在这之前，他其实让我们反思，为什么这个拉撒路什么都没有做，他可以得救？这就是叫恩典而且呢，还有一个关键在这里你看他这里面2次提到摩西跟先知的话，摩西跟先知的话。我一开始跟大家讲的时候，你们是不是要看上下文，对吧？你看上下文，上文有没有提到摩西跟先知的话？有没有？有，对，在上面16节他突然插了那么个一句，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然后后面有讲到摩西和所以律法跟先知，
摩西的话就是指律法，律法和先知其实就是指向什么呢？整个旧约，或者是指向整个律法。所以他前面已经有铺垫了，他在讲律法和先知。那这里的铺垫就是他说到约翰为止是什么意思呢？约翰当然这是施洗约翰是吧？为什么到约翰为止呢？施洗约翰做了什么重要的事情吗？预备主的道。对，因为耶稣来了。如果我这样问呢，你就明白了哈。就是你看，他说律法跟先知到约翰为止，后面他说你要去听或者去行听从律法跟先知的话。那我先问大家，是谁真正的实践了律法跟先知的要求？谁真正的实现了律法跟先知的话？是耶稣嘛？是不是？耶稣在什么时候成全了律法跟先知的话？就是他的十字架，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成了，是吧？他成全了旧约律法跟先知，是吧？所以为什么到约翰为止，就是因为约翰旧约的律法和先知都指向弥赛亚，对吧？指向那个要为我们成就救恩的。那约翰呢？他特别的地方就是他面对面弥赛亚。所以到他为止了，为什么？因为耶稣来了嘛，是吧？所以神的国开始了嘛，对吧？那么，所以在这里面他讲到你要听从律法和先知的话，财主就是没有办法听从律法和先知的话，所以才下地狱的。我们也是一样，没有哪一个人能够遵行神的这个诫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就像这个拉撒路一样我们就是什么也没有做，我们就是在那躺平了，来享受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律法和先知的这个要求，对吧？然后呢，我们就是因着恩典得到了神给我们的这个救恩，对吧？所以你看这个比喻它不是一个道德的教导，说哎呀，你看你不要像财主，你看这个财主多不好，他不会去帮拉撒路我们不要学财主，我们要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是吧？那你就没有读到这个核心，因为这个核心呢，它都是指向基督的救恩和基督的工作的。还记得我们一开始讲路加为什么写路加福音，他就是要展现基督是谁，基督的作为，基督的身份，还有基督他的这个救恩，对吧？所以每一个篇章都是指向这个，都是指向基督的如果你最后读出一个道德主义的，说你要做好事行善把那个重点放在你的行为上面，那个就有问题了所以这个比喻呢，其实跟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很像，就让人去反思为什么这个明明是躺在地上的那个人需要帮助，明明是那个人他是我的邻舍，我要帮助他，我是主动，他是被动的，怎么到最后这个邻舍反转了，变成我是被动了，我变成邻舍了，他要来帮我了呢？明明这个拉撒路什么都没有做他凭什么什么都没有做，他就上天堂了呢？这些都是可以说让这些这个法利赛人这不是耶稣说给法利赛人听的吗？让他们去反思，就是你们法利赛人这个做那个做什么都做，可是最后你们不一定得救，你们不是靠着行为可以得救的因为你们自以为意嘛，是吧？所以这个这些比喻其实都是联系到一块的，就像我们看到说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而是靠着主的恩典。当然在耶稣上十字架以前呢，这些还没有完全的展现出来这是慢慢等你到最后的时候，你就这个看清楚了原来这个律法和先知耶稣都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我们还需要去这个像亚伯拉罕这里说的，我们去听从律法和先知的话吗？我们也听从，我们也没那个能力，是不是？我们要信耶稣，我们才可以不在律法之下，而在律法之上，是吧？所以这个都是这些比喻的它的一个核心都是以基督的救恩为核心的。我不知道这样讲大家能不能理解老师，我有个问题。请说。在那个撒玛利亚的好撒玛利亚人那里在末尾的时候36、37节主说那个人回答说是怜悯他的，然后耶稣说了一句话，耶稣说你就去照样行吧。
对所以如果没有刚才那种解释的话，我是觉得说主耶稣好像也是让他去做一些什么事情。那对这样行吧？这个这样在这个上下文里面指的是什么？是指接待耶稣吗？对，其实这个是让律法师，包括这个法利赛人，他们重新调整他们对救恩的认识，因为他们一直认为就是他们要得救啊，承受永生嘛，就是要做事情嘛，就像那个少年的官一样，我律法我都遵行了，我都做到了啊。然后呢，耶稣说你把它卖了，你把你东西卖了，你跟从我，你就得到永生。那问题就在于他们。耶稣说：“你去这样行的时候，问题就是他们做不到啊，他们行不了。这是对他们的一个，就是说让他们认识到这个矛盾在这当中，就是他们以为他们可以做什么，得到永生，而最后耶稣对他的挑战是：你去做嘛。结果呢，你发现你是做不到的。这个才是这个比喻给他的一个冲击，就是说，我这个一方面他们没办法接纳。”这个撒玛利亚人，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们也没办法接纳说这个躺在地上的人啊，这样的一个人，就说他不是我的灵，我成为他的灵舍，我反正要像这个撒玛利亚人一样去接纳这样的一个这个好像耶稣这个描述的这样的一个人一样。这也是他们没办法接纳，就是他们看到在十字架的耶稣，他们没有办法接纳说这是弥赛亚，这是救主，他们接受不了。他们觉得这个人自身难保，他怎么救我们呢？但耶稣的一个挑战就是，你就要像这个撒玛利亚人一样，你就是要接纳这样的一个人。你能不能接纳？你能不能把自己放在一个被动的地方，把他放到一个主动，把神放在主动，是吧？而不是看自己有什么能力去做完全的去。所以这个救恩最后又回到我们的一个核心，就是救恩就是我们对神恩典的一个接纳就是说你就像马丁路德说，我们就是接纳神以及接纳我们，就是这样所以如果我们还觉得要靠自己做什么才能得救的话，那么所有的路都是行不通的。我们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接纳上帝为我们成就的事情，就是这样。所以他其实挑战这个律法师，让他知道说他其实是做不到的。当然这个是一个开放性结局就是给他反思，也是给这个读者尤其是这些法利赛人，他们读到之后也是给他们一个反思，让他们知道说他们其实是做不到的。所以其实这一段里面，主耶稣其实有在讲福音的，只是那个人他们那些人听得懂听不懂是一回事，是吗？但是耶稣其实是有把这个福音，就是要接纳神所赐的这一，可能跟你们想象中的不一样。但是接纳这一位其实就是福音，但是只是说那些人可能听不懂。对，就像那个祭司跟利未人，对吧？他们是在圣殿里面服侍神的，是吧？可是他们能接受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吗？他们接受不了，他们没有办法相信那就是神。就好像这个被剥去衣裳打个半死的这个人，他们从这边路过他就离开了，他不会觉得这个人有什么大不了，对吧？他就从就像这个耶稣说，我人就是看外貌嘛，是不是？就是你觉得这个不可能是这个是神的儿子，那么可是耶稣就用这个比喻来去挑战他，让他重新的反思到底谁是灵舍，到底是你能帮助他，还是他帮助你你怜悯神，还是神怜悯你所以这个是这个耶稣让他的一个给他的一个反思。我之前听过，对不起，我最后再说一句，就是我之前听过一个牧者讲到，他讲到的这里的时候，他是讲这个撒玛利亚人是基督，然后他看到我们，然后动了慈心，但是所以这个好像是我就不知道像这种解释是好像不太一样，就是或者是相反的。对，那这里的邻舍是互为邻舍吗？还是怎么样？对，我觉得是反过来的，因为当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如果他的理解是我就去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我是不是就可以得救呢？明显这个答案不是这样的，对吧？所以我想在这个当中他用这个反差
其实就好像我们刚才看那个18章，还有就是16章这两个地方，都是让我们看到说那个救恩对于当时的人来说是没办法想象的，就是说我们什么也不做，我们就可以得到永生，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颠覆性的。所以就是这种这种矛盾的这种冲击力，让他们重新反思耶稣的工作，我是这样理解。对。好，姜老师，我补充点哈。姜老师说对这一段哈，这一段在我看来有3个层面就是尤其是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中国人的邻舍概念是2种的。第一是不动产，就是你的邻舍、你的房子，还有你的地缘和血缘关系，你的邻舍。我们中国人的邻舍概念，你走在大街上，所有的人都是陌生人，他不是你的邻舍。中国人的概念。这一点我觉得就是在中国讲福音这个是要特别说清楚。第二个邻舍概念就是说，如果按照第2个常规的理解，就是邻舍是动态的。你看到没有？就是这一段文字当中说邻舍是动态的，就是你遇到什么样的人需要帮助，那个人就是你的邻舍。这在中国文化当中是基本上没有的。这是一个必须要的更新。对。就是这是第2点，但是一般人也顶多就是停到这2点了。但是事实上你的这个解经是非常对的，就是你事实上要先接纳耶稣，接纳那个不是按照你的样式来的这样一个弥赛亚，这样一个没家学美容，这样一个看上去非常懦弱，看上去是宇宙当中最没有力量的人。你先要接受这个，你才可以去在动态当中爱你的邻舍，你也才能像中国人，你爱那个不动产意义上的邻舍，比如说你是1单元的，你爱2单元的，是吧？还有就是你对中国的就是你的家乡，你的血缘关系，那我觉得是这3层就是把这3层讲透的话，这个好撒玛利亚的故事才能在中国的这个族群当中得到更新。这是我的补充。谢谢梁老师。对，其实这个里面的一个应用很直接。他说谁是我的邻舍？最后耶稣说撒玛利亚人是他的邻舍，对吧？对于他来说，他会想谁是我的邻舍那个这个被打的人应该是我的邻舍或怎么样。当他说谁是我的邻舍的时候，他的核心是他自己，他觉得他可以做什么。可是最后的这个邻舍的反转是这个问题他就问错了，他不应该问谁是我的邻舍，他应该问是我可以成为谁的邻舍，而我怎么可以成为别人的邻舍这件事情，首先我要被基督所接纳，我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那因为基督的接纳我，所以我才可以成为别人的邻舍，我才可以去帮助别人，或者是去把这个祝福带给别人，而不是说我到处去看我这个谁是我的邻舍，谁是我的邻舍，最后一发现谁都不是我的邻舍，别人过得都比我好，是吧？所以那这个就不是以福音为核心的一个这种爱而是说从自己的这个角度来去评判说这个标准谁需要我帮忙或怎么样可是这种邻舍的反转，就是让我们把核心放到主的里面，就是说我关键是我这个人，我是不是在基督里面被更新的，然后呢，我才可以成为别人的邻舍这才是一个就是说我在基督里身份的一个就是说完全的这种一个颠倒是这个意思。对，是的，这个我觉得就是怎么讲呢？因为现在无论是西方的还是很多人对好撒玛利亚人比喻，包括好撒玛利亚人法律的理解，对，都是停留于道德主义的，停留于那种看得见的就是法律意义上的一个遵守，而不是从恩典的角度来。对，如果不从恩典的角度，就是会变成道德主义，就会成为和其他宗教没有什么差异的。所以说我觉得重心当然是你接纳耶稣，耶稣接纳你，就是说白了，这样才有可能成为你才会完成你在动态意义上成为别人的邻舍。对，是的，因为爱神爱人嘛，你先被耶稣接纳，先爱耶稣，先爱神，然后你才可能动态意义上，你走在大街上遇到任何一个人需要帮助，那个人就是你的邻舍。
你才可能爱人，而不是相反。不是说哦，我爱人，我做了很多爱人的事，看上去我最终我得救了，我爱神了，不是这样的。对，是应该这么看。是的，是的。谢谢杨老师的分享。请说。老师，那这样的话，我其实会有个疑问。其实，在光这一段语段来说，其实他没有讲到，神先爱我们、接纳我们的这个部分。我看见的这一段的话，我看见2个问题，就是那个律法师问我该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然后第2个问题是谁是我的灵使。顺着这个文脉下来，是不是可以理解耶稣在这边讲的主要的信息是，如果你想要承受永生，你不是做很多很多律法上的要求，而是你单单的来接纳我做你的灵使。在这个前提下面，你就可以承受永生，是可以这样串在一起去理解吗？可以，我觉得你这个串得很好，因为你想这个律法是后面他就会想到耶稣曾经对他讲的这个比喻，而他再看到耶稣的时候，他看到耶稣就是那个被落在强盗手中、被剥去衣裳、被打得半死的一个人，他会联想到这个。OK， 对，然后他就会想到这个比喻，他就会想到谁是我的灵使。他就会想到他要接纳耶稣，就像那个好撒玛利亚人一样接纳这个人。所以我相信这个，因为这个是耶稣跟他讲的嘛，对不对嘛？所以他会记得耶稣的描述。那最后他看到这个场景再现的时候，我相信他能够明白耶稣到底当时在让他就是说到底在告诉他什么。对，所以对。老师平安。请说。我读到这段，每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脑子里边总有一个在中国现有的处境当中有一个案例，一直盘旋在我的这个脑子里边，一直在循环。我也相信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们也知道这个案例，就是曾经在南京，就是有一个人扶老太太过马路，然后呢，扶着过去了过后，反被这个老太太就是讹诈了几十万，所以，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因为读到这里，我很能清楚，这个律法师是一个道德主义者，也是一个律法主义者，所以我们当我思想了这一个案例当中，假如说，我想有一个假设，如果说我是这个基督徒的时候，我当时就是说我。是这个，就是去扶这个老太太过马路的时候，当这个律法不公的时候来判决到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我们用福音的视角如何去解决我们当时的那个南京的那个案例？就是当时这个案例的时候，这个法官判了扶的这个人是败诉的，赔了这个老太太几十万。所以呢，当我每读到这个内容的时候，我会想到这个问题，就是如何去怜悯啊，如何去那个当然我们也很清楚，这个法官包括着这个老太太都是在可以这样讲，都是在冤枉这个扶这个人的这个好心人。这样子过马路的这个人，当然他是蒙这个冤的时候，当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应当在这个处境当中如何去处理这个事情？很好的问题啊，大家怎么看呢？当你行善的时候，反倒这个被恶所胜，是吧？咋办呢？我们不是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吗？我们把福音带给这个国家，却被别人所攻击，甚至有许多的牧者被关到牢里。我们不都一直在做这个吗？是啊。行善不可擅自，只能不免了。大家怎么看？因为我们的力量不是基于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公平。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动力放在这种社会的公平上，那我们的动力很快就会消失的。我们一定要把一个板子接上去，这样我们才会有真正的东西留下来。不然的话，那就是靠我们自己的内源性的东西，那个做出来是很惨淡的。是啊。
我个人觉得，就是我们看事情还是从这个3个方面来看，这个是 John Frame 提出来的，对吧？你有真理哈，有原则，同时呢有你的这个三角嘛，是吧？有你的动机还有你的处境，是吧？所以真理上，当我们都知道，我们应该就是说去行善，不应该作恶。但是这件事情呢，在我的动机跟这个不同的处境里面，又会展现不同的行动。所以你说，那你这个动机，你在做的时候，你的动机是什么，对吧？那么因为如果那个倒在地上的是你奶奶，那你可能动机就不一样了，对不对？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说，那肯定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不能一概而论。同时还有处境，那当时是一个怎样的处境？你的当下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也不一样。所以我们也不能去论断别人说，哎，你咋不这样做呢？是吧？因为你的处境不一样啊，你也不知道他动机。所以我个人会这样觉得，就是说，对于这样的事情我们呢就是良心自由原则，就是你在那个当下，你祷告了，圣灵感动你去做，不管是服还是不服，圣灵给你的一个感动，在当下你有平安，你就顺服，对吧？让你做你就去做，不做你就不做，那个是你在那个处境当中，在你的那个良心里面，圣灵跟你的印证所以并不是说你面对每一个场景，同样的场景，你都会做出同样的行为，对不对所以我想这个我们也就不能一概而论了这个就是说真的也不要去论断别人，就是个人最后在神面前交账就是这样。张老师，我这边有一点困难的问题，对，就是去看这个撒玛利亚人的比喻的时候，对前面这些我都觉得没问题了，对，就是同学，你的声音老不清楚了，对，模糊。我可能离得有点远，现在能听清楚吗？对，问题在于什么呢？问题在于对，如果我们就是通过那个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的那个人他的那个描述，然后把他这个定义一个耶稣的一个形象然后他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实际上来讲，那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要做，那谁能是那个把油和酒倒在耶稣的伤处来包裹耶稣来救耶稣的这个人呢？其实本身来讲，没有人能够就是主动的去把对耶稣做什么样的这个良善的事情。所以我想这个比喻是不是说可以还是要把它的这个层次来分一下，就是一个字面意义上挑战这种民族之间关系的这种层次，比如说你去这样你是爱一个撒玛利亚人，对他来讲可能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对耶稣他是作为一个这种被强盗剥削的人这种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那还有一个就是说，他其实也在挑战我们，就是说有没有这种意思，就是说人他这些包括一些法利赛人、律法师，他会以为自己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就像那个拉哈律的故事一样，他觉得自己是一个能做点什么的人。但是其实他这个不仅仅指向耶稣，也指向就是人的处境，就是他以为自己的处境是一个我可以去爱邻舍的人，但实际上他的处境是一个被打得半死的人。那你被打的过程当中，你应该怎么样去做？其实是不是说这里就是说他应该照样行，就是说先进入到和这个基督的这个联合里面，进入到与基督的认同里面，然后他才能够去照样行。那在这个里面，那他同时也是他是真正的需要一个人去救他来帮助他的这么一个情况。是的。所以如果我们简单的就把耶稣说耶稣就是那个被打得半死的人，那耶稣还需要有人来救他吗？这个好像有点不好说。对，其实那个因为他是个比喻嘛，所以包括他后面讲的给他送到客店里面怎么样，那些都是描述这个人对就是说好撒玛利亚人对他的一个完全的一个接纳就好像当年耶稣
其实也是有人给他安葬啊，这些都是对他的一个接纳吧。对，然后不过有一点贴的是很对的，就是说他们以为我可以，谁是我的邻居啊？我可以去帮这个帮那个啊。那关键是你自己都是没有得救的，是吧？你都自己就是像你说的，你是首先需要基督，你才能够说你有能力成为别人的邻舍，对吧？你才能够，你被神接纳了，你才能够去接纳别人。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嘛，是吧？所以你要先有这个神的爱和被神接纳，我们才可以去爱别人。所以这个也是让这个邻舍的反转的一个，让他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说你以为你可以帮别人啊，别人都是你的邻舍，你都去帮别人，最后才发现你才需要你才是那个需要被帮的人，你需要首先得救了，对吧？你才能够成为别人的邻舍。对，这个也是一个反转，对，所以我跟大家有顾虑，就是如果我们这样去解释它，因为它有个顾虑，就是说，在我们当下的处境里面，很容易让我们理解一个事情，就是把我去接纳耶稣当成了一种新鲜的立法，对，当成了一种我当时做了这件事情，然后所以我觉得在这里要强调一下，人的这种无能为力，其实是跟那个拉萨路的比喻，它是有某种相通之处的。对，就是你想来接受神这件事情，你都做不到，那是神的恩典。神如果不给你这个恩典，你都没有办法没有可能来接受神。